重磅消息，就在1月6号，美国国防部向外宣布，将再次向乌克兰提供价值 30.75 亿美元的额外援助，里面包括经拜登授权的 28.5 亿美元军事援助，以及国务院提供的 2.25 亿美元军事融资。国防部在当天发布的声明中表示，美国将继续鼓励盟国和合作伙伴为乌克兰援助火炮、战车、防空系统和其他关键能力，并且当天国务院还追加 6.82 亿美元的军事融资，以鼓励盟国及合作伙伴为乌克兰捐赠军事装备。那么这次援助都有哪些武器呢？这些武器对乌克兰又有何帮助呢？别急，大兵这就一一道来。1月6号当天，负责俄罗斯、乌克兰和欧亚大陆事务的国防部长副助理劳拉·库珀向外说道，俄乌战争现在正处于关键时刻，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侵略。今天宣布的将是美国迄今为止承诺的最大授权。库珀说，将从美库存中提取价值 28.5 亿美元的装备，用于提升乌军的长期能力和现代化。清单里面包括50辆 M2A2 布拉德利战车，这些装甲车能够轻松装备一个机械化步兵营，而且还会配备500枚管射、光学瞄准、线导或 TOW 反坦克导弹和25万发25毫米弹药。此外，还有100辆 M113 装甲运兵车、50辆防雷伏击保护车辆以及138辆军用悍马。至于对乌克兰至关重要的火炮，这次将提供18门155毫米 M109 自行榴弹炮、36门105毫米牵引榴弹炮以及数千发配套弹药来供应这2个系统。另外，美国将再次强化乌克兰防空能力，援助 RIM-7 海麻雀和4000枚阻尼火箭弹。此外，就是一些夜视仪、狙击步枪、机枪、备件、衣服等等。库珀还说道，这些装备将补充和配合本月开始的美国领导的扩大训练，将建立乌克兰进行联合机动和联合行动的能力。我们将确保乌克兰拥有必要的装备和技能，以维持其反击俄罗斯侵略的努力。他还说，此前俄罗斯在发动战争时，乌克兰迫切需要反装甲武器。美国和北约各国向乌克兰援助了数千套标枪系统和其他类似系统。而在乌军击败俄罗斯最初的推进后，火炮成了关键需求。美国再次向其援助了榴弹炮和弹药。最近，防空系统一直是优先事项。美国和盟国已经派出了乌克兰拼凑的系统，以此形成一个综合防空系统。然后就是目前乌克兰需要装甲车，德国、法国、荷兰和美国正在援助相关武器。他说道，就布拉德利而言，你所看到的是进行到现在我们提供这种装甲能力的正确时机。现在正是乌克兰利用其改变战场动态的最佳时机。这批援助对乌克兰非常重要。那么，美国此次援助的这些武器都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本次援助的 M2A2 型是在1988年开始生产，当时主要改进了炮塔和车体外部附加装甲，能够防御30毫米机关炮和一些 RPG 的攻击。车体表面可以安装反应式装甲，每块重约25公斤，只有在战时才会挂载。战斗舱周围有方轮衬层，以防御炮弹的2次效应。另外，还改变了炮弹和陶式导弹的存放位置，使其更易被击中和引爆。武器系统方面， A2 型主要武器一门25毫米机关炮和 BGM-71 陶式反坦克导弹，其中25毫米机关炮是 M242 大蝮蛇，该炮一直以优秀的可靠性著称，平均射击 2.2 万发才会出现一次故障，可靠性远超同类型产品。其射速能从每分200发到每分500发之间自由调节，可以方便应随不同的战斗情景。该机炮不仅能使用普通穿甲弹，还能使用高爆弹和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其中 M919 型 APFSDST 炮弹炮口初速能达到1385米每秒，能在2100米范围内击穿100毫米军制钢装甲。要知道，俄制的 BMP-3 步战车其平均装甲厚度只有20毫米左右，首次装甲也只有57毫米，别说 M2 的机炮了，它甚至无法防御500米外的 12.7 毫米穿甲弹药，因此对付俄军步兵战车轻轻松松。而且虽然 M242 并不适合对抗坦克，但根据 M2 步战车在海湾战争中的表现，25毫米机关炮是能够瘫痪坦克的。M2 也曾击毁过伊拉克的 T55， 甚至还在近距离击毁过俄制 T72 坦克。
而现今的俄乌战争期间，俄军正在大量使用 T-72 和 T-64。至于 BGM-71 陶式反坦克导弹，现今主力的 DE 型号穿身已经达到了900毫米和1层反应装甲，理论上可以击穿3代主坦的正面装甲，再加上 E 型还是串联战斗部，可以有效击穿表面辐射爆炸反应装甲的目标。至于更新的 F 型号，则是改变了攻击方式，使用爆炸成型炸药进行攻顶打击，专门对付主战坦克薄弱的炮塔顶部，在俄乌战争期间表现非常好。机动性方面 ，A2 型极限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66公里，安装了一台康明斯 VTA903 柴油引擎，功率由原来的500马力提高到600马力，并改进了传动装置、空气滤清器和排气管。行动部分则采用高强度扭杆，而且与艾布拉姆斯一样 ，M2 也具备出色的越野能力。此外 ，A2 型还进一步强化了态势感知能力。原本 A1 型就有着良好的观瞄和夜视系统，在海湾战争期间，其观瞄效果甚至比 M1A1 艾布拉姆斯还要强，可以引导主战坦克进行夜战。在战争结束后，美军士兵曾说，在地面作战期间，并不是 M2 配属 M1 主战坦克作战，而是 M2 发挥了与坦克相同的作用，可以在远距离发现俄制坦克和步战车，其作战效能碾压俄军装备的 BMP 系列步兵战车。另外，美国既然已经开始援助 M2， 那未来一定会持续研制。要知道，早在1994年底之前，该战车生产总数就达到6724辆，分别为4641辆 M2 和2083辆 M3 骑兵战车。但这只是产量，美军实际装备数量并没有那么多，期间很多都被封存了。虽然后来大部分 A2 型都被改成了 ODS 或 M2A3， 却依然有相当数量的 A2 型被封存。也就是说，只需要解封并简单保养一下，这些 M2 都能被送往乌克兰，配合乌军坦克和装甲车抵御俄军的进攻。好了，讲完 M2， 我们再来看看又一重磅武器。上述的 M113 和防雷伏击保护车辆以及138辆悍马大兵，这里就不一一讲解了，毕竟这也不是第一次援助了。而 M109 美国这算是首次援助乌克兰，目前只有挪威和意大利分别援助了 M109A3GN 型和 M109L 型，美国并未亲自援助乌克兰该武器。如果这次美国援助的是 M109A6 帕拉丁的话，那可就不得了了，因为该型号是除了 A7 以外 M109 的最新型号。在1984年1月，美陆军决定整合榴炮延寿计划及榴炮改良计划，为确保在下一代自行火炮服役前仍能拥有较佳战场存活能力的自行火炮。而 HELP、HIP 改良计划产物就是 M109A6 帕拉丁，极限时速为每小时55公里，最远行程283公里。A6 型的最大优点是经过了信息化改造，配备了 PDFCS 火控系统和 AFADT 先进野战炮兵战术资料系统，其炮塔内部加装了凯夫勒防弹内衬，大幅提高了成员的生存能力，并且增设了半自动弹药装填系统，能够让其维持较高的持续射速。此外 A6 还拥有其他型号都没有配备的自动射击管制系统、全球定位导航系统、单频地空无线电系统以及火炮自动射击管制系统等等。就算是卫星导航受到干扰，也具有精确的定位能力。在这些系统的支持下， A6 拥有本车坐标自动测量、摄像自动赋予、射击诸元自动解算和全自动调炮的能力。因此 A6 能够独立作战，无需配合射击指挥车遂进行射击任务。相反的， A6 也能直接由单频地空无线电系统获得射击命令，射击管制系统据此计算各项射击参数，再自动调整火炮俯仰角和射击方位，开始射击任务。从接收射击命令、完成射击准备到第一发炮弹发射，仅需不到1分钟，极限射速可以达到每分钟8发。还有就是 A6 使用了 M284 炮管搭配 M182A1 炮架，该炮架加装了温度感测器，并重新设计退制副进机，炮管则换用新型炮口制退器及炮膛排烟器、炮栓、拉柄箱组，加装 M49 型发火机及改良的顶杆炮栓环等。发射药筒为 M203A1， 使用的标准榴弹与火箭推进榴弹与旧有型号相同，射程仍是30公里。
重要的是 A6 型可以发射神箭制导炮弹，它的到来必然能进一步加强乌军远程炮火的打击能力，而这些还不是美国新援助武器的全部。大兵首先来讲讲 RIM-7 海麻雀，它是由雷神公司和通用动力公司所研发，属于一款舰载短程地对空导弹。在1960年代时，由 ARM-7 麻雀导弹衍生开发，并经过一系列升级，是美国军舰防空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用于对付低空飞机、直升机和反舰导弹，拥有命中精度高、反应时间短、抗干扰能力强、适用范围广、多目标攻击能力等优点。在导弹数据方面，海麻雀弹长 3.7 米，直径 0.2 米，弹体全重约230公斤，配置了41公斤高爆弹头，能在6米至 1.5 万米的高度，以超过 3.5 倍音速的速度摧毁 1.5 至20到30公里范围内的目标。不过，关于这次援助的型号目前还不清楚，而目前海麻雀一共发展了3种型号。海军自1964年将 ARM-7E 移植为 RIM-7E 基本型，在1969年服役，1972年后就被后继型号取代。而在60年代末，为了防御掠海导弹，在1968年，美国和北约各国开始联合开发改进型，代号为 RIM-7H。1977年，美国、丹麦和加拿大3国海军又联合开发了轻型先进点防御海麻雀系统，以 AIM-7M 为基础，并结合垂直发射系统。到了1984年，各型号的海麻雀共生产6345枚。导弹呈细长圆柱形，头部为锥形，尾部为收缩节锥形。弹体采用了全动翼式气动布局，2对弹翼配置在弹中部，起到舵和副翼双重作用，产生升力和控制力。2对固定尾翼用来控制稳定性，翼和尾翼均呈 X 型布置。基本型沿用了 ARM-7E 的结构，但尾翼翼尖切去了一点，弹翼改为折叠式。轻型海麻雀由 ARM-7M 改进而来，分标准型和垂直发射型，区别在于垂直发射型发动机尾部加装了燃气舵。目前乌军已经调整了现有的 Buick 发射器用于发射海麻雀，也就是说，不论海麻雀的版本如何，用俄制系统发射该导弹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这对于乌克兰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毕竟除了美国，北约各国仓库里有着不少海麻雀导弹。如果这次乌军可以顺利地使用海麻雀，就能暂时解决布克导弹短缺的痛苦。这在现今俄军时不时轰炸乌境内的基础设施显得非常重要。然后就是阻尼火箭弹，这是一款服役于美军的127毫米火箭弹。在1950年代初，美海军武器试验基地开始着手研发一种新型的127毫米火箭弹，用以取代高速火箭，产物便是阻尼。该火箭是一个模组化组成的火箭发射系统，能够搭载不同类型的弹头和引信。火箭原本以空中战斗为主而进行研发生产，所以在初期的火箭建造上最常见的便是空爆引信。1957年，阻尼火箭被批准量产，期间是用来各种类型的弹头和引信进行测试。在弹体数据方面，阻尼整体弹长2米，直径 0.13 米，弹体全重 36.1 公斤，极限速度能达到 2.12 马赫，最远射程约为8公里，采用了激光制导模式，通常挂载于 LAU-10 火箭加舱上，而且每个加舱可以携带最多4枚火箭。而且在设计之初，阻尼火箭弹就被定义为一款多功能火箭弹，乌军直升机经过一些改装也能使用该火箭弹。总结来说，美国这次援助给的新式装备不少，而且从援助 M109 和海麻雀来看，似乎再次扩宽了武器的援助种类。这个好消息也让乌克兰对获得战争胜利更多了一份信心，相信在未来，只要再给北约各国一些时间，他们还能援助一些更重要的武器，大大缩短乌克兰取得最终胜利的时间。